乌军空袭克里米亚，击毁黑海新型电子战系统。乌军3天内2次空袭俄叶列茨，击中最大国防工厂。乌军击毁扎波罗热运行火车，1天打掉2套防空系统。乌克兰再次出击，海马斯导弹空袭俄军关键设施，大规模空袭俄空军基地，10起爆炸声传出。乌克兰空军击毁巴赫穆特指挥部，霍尔斯克俄军用木筏渡河。俄乌战争进入第1186天，俄军大规模空袭乌克兰，双方交火激烈。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事，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再次升级，继空袭俄罗斯境内的核心城市后，乌军再度向克里米亚发起猛烈攻势。根据开源情报防御者报道，当地时间5月24日，乌克兰海军与空军联合发动了大规模打击，目标直指俄占克里米亚的多个重要地点。袭击发生在夜间，海面上随即传来了剧烈的爆炸声，伴随着无人机与无人艇的激烈交火。视频画面中，克里米亚西部和中部的天空被火光照亮，黑烟冲天而起，战斗持续升温。令人震惊的是，一段前线视频中，一名俄军士兵似乎正对着飞来的无人机叫骂，然而炮火声随即淹没了他的声音，画面也戛然而止。尽管目前俄罗斯方面尚未正式回应，战况依然在不断发展，但这已经是乌克兰1周内第3次攻击克里米亚了。此前，乌军已成功空袭了占科伊空军基地和塞瓦斯托波尔军港，目标明显打击俄军在克里米亚的战略设施。如今，克里米亚再次成为了乌克兰战略反击的焦点。与此同时，在黑海水域的金伯恩沙嘴，乌克兰第801特种部队也展开了致命一击。乌军成功摧毁了俄军的黑眼电子战系统，俄方曾宣称该系统具备强大的无人机侦测与干扰能力，但这次他的眼睛已经被乌军彻底摘除。金伯恩沙嘴是赫尔松至克里米亚的关键战略节点，乌军的行动无疑将对整个俄罗斯南部战事产生深远影响。早在4月底，乌克兰便在此地炸毁了俄军的后勤支援艇，显著削弱了俄罗斯在该地区的补给线。与此同时，俄军也没有闲着，对基辅、敖德萨等城市展开了疯狂的空袭，预计发射了100余枚导弹和无人机，造成了严重的城市破坏。乌克兰公布的画面显示，多个居民楼和基础设施遭到猛烈攻击，城市几乎陷入火海。伤亡情况尚在统计中，但这场冲突显然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乌克兰对俄罗斯的大规模空袭还在持续，且打击的目标正逐渐指向俄罗斯的关键军事设施。据开源情报防御者报道，乌军于当地时间5月25日夜间再次发动了无人机群袭击，精准击中了叶列茨市的 Energia 国防工厂。这已是3天内该工厂遭遇的第2次空袭。Energia 工厂位于莫斯科附近的利佩茨克州，是俄罗斯国防的重要支柱之一，长期以来为俄军导弹提供通信支持，堪称全俄最大的军用电池厂之一。此次袭击至少有5架无人机精准打击了工厂所在的工业区，现场画面显示 Energia 工厂一带已经燃起了大火，并不时伴有强烈的爆炸声。现场的卫星图像显示Energia 工厂的建筑物受到重创，其中一栋建筑已被完全摧毁，另有多个车间遭到严重损坏。这一空袭无疑加剧了俄军的困境，尤其是考虑到该厂刚刚在5月22日遭受过一次打击，许多设备尚未完全恢复。这场空袭不仅是对俄军后勤的重创，也标志着乌克兰空袭俄罗斯本土的重要战略升级。随着乌军不断对俄罗斯多个重要设施展开攻击，莫斯科可能成为下一波空袭的重点目标。而随着战事的升级，俄方至今没有公开回应，也使得局势更加扑朔迷离。与此同时，西方的军事援助也在加码。据彭博社透露，欧盟正在计划向美国购买武器，并通过这种方式继续支持乌克兰。白宫显然对向基辅提供新一轮援助持谨慎态度，而欧洲武器库存的紧张和授权问题使得这种转向变得尤为必要。
更重要的是，欧盟不仅仅是购买武器，他还计划投资乌克兰的国防工业，确保从源头上为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此外，西方国家还在准备加大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力度。根据计划，欧盟将切断20家俄罗斯银行与 SWIFT 结算系统的联系，并加大对俄输油管道的封锁力度。更有消息称，西方甚至准备通过调整石油价格，将其压低至每桶45美元。这一举措无疑将对俄罗斯的战争资源产生重大打击，尤其是在当前的能源依赖和战争资金需求日益增加的背景下。最近，乌克兰在南部扎波罗热战线击毁了俄军的一辆还在运行中的后勤火车，引发了广泛关注。诺尔报告报道，当地时间5月24日，乌军情报部门在俄占扎波罗热通过一场精准的空袭，成功击毁了正在运行中的俄军后勤火车，造成了强烈的爆炸和大火。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这列燃料运输火车甚至没来得及停下来，就被乌军的 FPV 无人机投掷的炸弹准确击中，瞬间点燃了至少3节油罐，几乎将整列火车彻底摧毁。这个突袭不仅让火车停运，还重创了这一重要的交通路线。这一击的背后，正是乌克兰对俄军南部防线的持续打压。扎波罗热地区的铁路不仅是俄军后勤补给的关键枢纽，也直接关系到俄军在当地的战略部署。现在，这条线的停运将给俄军的补给造成严重影响，而且乌克兰的这一战术成功，正值他们在南部战场上全面加压的关键时刻。事实上，这只是近几天乌克兰南方部队的一连串成功行动之一。24小时内，他们就摧毁了俄军2套 TOM-2 防空系统，并打掉了一门 BM-27 火箭炮。空军和地面部队的联合打击，让俄军的防空力量和火力支援遭受了重创。与此同时，东部战线也没有停歇。乌克兰第38海军陆战旅成功收复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个阵地，还摧毁了俄军一门122毫米自行榴弹炮。而在俄军方面，压力显然不小。天空新闻透露，俄方已将超过5万名士兵集结到哈尔科夫附近，甚至包括了其精锐的空降兵部队。据西方情报评估，俄军很可能会在夏季展开大规模攻势，企图突破乌克兰的防线，拿下苏梅、哈尔科夫和第聂伯罗等重要城市。然而，俄军此前曾在去年夏天对哈尔科夫的沃夫昌斯克发起过进攻，结果被乌军顽强抵抗，最终未能突破。这一轮战斗能否重新改变战局，尚未可知，但俄军的强势集结与乌克兰的连续打击，预示着接下来的战事可能会更加激烈。近日，乌克兰对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发动了一次高强度突袭，目标直指俄军关键军事据点利戈夫基地。战斗中，乌军还动用了海马斯导弹系统。根据俄独立媒体 Astra 的最新报道，当地时间5月23日，乌军向库尔斯克的利戈夫地区共发射3枚海马斯火箭弹，精准命中俄军控制区域，造成重大损失。这场突袭已确认3名俄军指挥官被当场击毙，另有9人受伤，4辆军车被彻底摧毁。俄方尚未公开回应，相关消息有待进一步验证。利戈夫基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里是俄军海军陆战旅的常驻地，也因此屡次成为乌军打击目标。早在2024年12月，乌克兰就曾在此地通过海马斯系统定点清除第810旅副旅长萨利姆·帕什托夫。而此次突袭无疑标志着乌军对库尔斯克战线的又一次升级打击。随着卫星图像更新，我们或将看到更详细的战损评估。与此同时，在短短2天之内，俄罗斯图拉州接连遭遇猛烈袭击，引发外界高度关注。最新一起打击发生在埃斯奥特化工厂，州长米利亚耶夫证实，乌克兰无人机突袭了该工厂。现场视频中，黄色与白色交织的浓烟直冲天际，爆炸声接连不断，即便在城市远郊也清晰可闻，场面惊心动魄。令人震惊的是，这已是图拉地区连续第2天遭袭。就在前一日，乌军对该区域发起了密集的实波空袭，重点打击了俄军重要军工基地 Splov 国防工厂，该厂是俄军导弹与火箭系统的关键供应商。
图拉，这个位于俄罗斯腹地的重要工业重镇，如今正成为战火的新焦点。乌军此轮攻势是否预示着战场战略重心的转移？局势正在急剧升级。位于莫斯科西北150公里的米加洛沃俄空军基地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空袭。根据 Astro 的消息，当地时间5月24日晚，乌克兰军队向特维尔州发动了一次密集的空袭，目标直指米加洛沃军用机场。俄罗斯的防空系统被迫紧急启动，并与袭来的无人机展开了激烈的交火。据目击者称，袭击造成至少10次爆炸声，从夜晚持续到凌晨，连莫斯科郊外都能听到巨响。现场画面也清晰显示，米加洛沃空军基地周围燃起了熊熊大火，火光照亮了整个夜空，远远就能看到。尽管俄方尚未对此做出回应，但可以确认的是，米加洛沃空军基地一直是俄军重型运输机的驻地，停放着如 IL-76 和 N-124 等关键机型。这一军事机场自二战后便存在，是俄罗斯历史悠久的军事设施之一，而如今成为了乌克兰的目标。但这并不是乌克兰最近一次对俄罗斯空军基地发动攻击。仅2天前，乌军还袭击了位于伊万诺沃州的俄军2457号基地，这个基地是俄罗斯预警机和侦察中心的核心地带。从近几天的空袭趋势来看，乌克兰显然将莫斯科及其周边区域作为了主要攻击目标。不仅是米加洛沃，连特维尔、利佩茨克等城市，距离莫斯科相对较近，也成为了攻击对象。这一系列行动无疑加剧了俄方的紧张情绪，尤其是在莫斯科市中心频繁遭遇空袭的情况下，俄罗斯的防空系统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不仅仅是莫斯科，俄罗斯边境的战火同样没有停歇。布良斯克州遭到了无人机袭击，几处空中爆炸形成了巨大的火球，暗示着乌军可能还在边界地区进行炮击。随着局势的不断升级，有分析指出，乌克兰或许正在为新一轮的攻势做准备。这一切标志着战斗的步伐愈加急促，双方的紧张对峙似乎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乌克兰是否准备发动大规模冲锋，或者这只是一个更大军事行动的前奏，仍待进一步观察。最新的俄乌战况急剧升级，尤其是在乌东地区，乌军对俄军的打击力度越来越强。据最新情报，乌军成功摧毁了位于巴赫穆特的一个俄军指挥部，这一行动直接影响了俄军在该地区的作战能力。根据图片报引述的乌克兰总参谋部报告，当地时间5月21日夜间，乌克兰空军展开了精准的空袭，目标直指俄军在巴赫穆特的第3军指挥中心。乌军通过无人机侦察精准锁定目标后，迅速调动苏27战斗机进行了空中打击。3枚制导炸弹的落点准确，瞬间引发剧烈爆炸，强光照亮了周围战场，浓烟弥漫。这一行动不仅让俄军指挥中心受损，还使得他们对波克罗夫斯克的进攻计划受到了重创。波克罗夫斯克目前是顿涅茨克地区的战斗焦点之一，乌军的空中打击将显著削弱俄军的战斗力。不久前，乌克兰第25空降旅还打掉了该方向的一个俄军地下室。显而易见，俄军正在筹划对顿涅茨克至哈尔科夫的大规模行动，丝毫没有停火的迹象。乌军则在各个战线持续阻击对手。与此同时，乌军还在库尔斯克战区展开了持续的打击。据报道，俄军在库尔斯克地区正在使用木筏渡过奥斯基尔河运输补给，企图解决被乌军摧毁的桥梁带来的困难。稍早时候，乌军先后击毁了库尔斯克的数座大桥，甚至打掉了俄军的一个渡口，严重影响了他们的补给线。更令人震惊的是，库尔斯克战线的冲突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乌军 Prime 战队在过去1周内击毁了近10个俄军阵地，此外还摧毁了2个无人机控制中心、2个通讯塔和1个弹药库。随着乌克兰继续推进对库尔斯克、布良斯克及别尔哥罗德的攻势，战局将进一步升级。2025年5月25日，俄乌战争进入了第1186天，战局愈加复杂，局势变得更加紧张。今天凌晨，
俄军发动了自全面战争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空袭，目标直指乌克兰的多个主要城市。俄军一共向乌克兰全境发射了14枚弹道导弹和250架无人机，造成的损失还在统计之中。敖德萨、尼古拉耶夫、哈尔科夫和基辅等地都遭遇了猛烈攻击。尽管乌克兰防空部队表现出色，成功拦截了245架来袭无人机，并击落了6枚导弹，但仍有8枚导弹和5架无人机突破防线，造成了一定的破坏。而与此同时，乌克兰也没有坐视不理，大量无人机飞向了俄罗斯本土和克里米亚半岛。俄境内多个军工企业遭到猛烈轰炸，至少有3家化工厂因爆炸而无法修复。俄军方面的消息也不容乐观，部署在莫斯科附近的军机被迫紧急起飞，结果防空系统误将一架图160战略轰炸机当作来袭目标，发射导弹击中了该轰炸机，将其打爆。同时，还有一架俄罗斯客机在空中被击伤，俄官方至今尚未做出任何公开回应。战场局势依然非常激烈。乌克兰总参谋部发布的最新战报显示，过去24小时内，双方在不同战线发生了160次交火。特别是在红军村前线，俄军突破了多个防御阵地，控制了新波尔塔夫卡，并且战斗已迫近波波夫亚尔。库尔斯克方向的拉锯战依然在继续。乌军24日成功夺回苏贾检查站，而俄军在空中支援下未能突破。在哈尔科夫方向，俄罗斯已集结起5万大军，其中包括了精锐的第98空降军。外界预测，俄军很可能会在6月发起新一轮大规模进攻。而在卢甘斯克战场，乌克兰无人机团查理连与炮兵旅协同作战，成功摧毁了俄军的3套防空系统，包括道尔和 S-300，为乌军带来一线生机。此外，波克罗夫斯克方向的战斗也异常激烈，俄军不断发起进攻，试图突破乌军防线，但乌军的坚强防守让每一次进攻都以失败告终。甚至在多次反击中，乌军第425安卡拉突击团还成功俘虏了6名俄军士兵。在这种局势下，国际援助依然在持续。德国日前向乌克兰提供了第一套 TRML-4D 有源相控阵雷达，这款雷达具有250公里的探测范围，能够同时追踪1500个目标，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提供了有力支持。此外，德国还紧急援助了一套 IRIS-T 防空系统，进一步加强了乌克兰的空中防御。而在人道方面，经过土耳其的协调，俄乌双方成功交换了1000名战俘，第一批390名，第二批307名战俘已经平安返回，双方共计释放了697人，给两国人民带来一线希望。另一方面，欧洲也在加大对俄罗斯的经济压力。据彭博社报道，欧盟正在考虑将20家俄罗斯银行从全球支付系统 SWIFT 中踢出，进一步加剧俄罗斯的经济困境。战场和国际舞台上，局势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俄乌战争仍然远未结束。接下来的几周可能会是决定战争走向的关键时刻。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